当你温柔地接住怀疑，它就变成光。你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时刻？刚刚还信心满满，下一秒却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。你知道很多方法、概念、练习，你努力正向、积极、清晰，但一个小声音还是悄悄出现。我真的可以吗？那个声音不大，但很重，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悄悄拉住你正在前进的脚步。你开始犹豫，开始拖延，开始怀疑那个想相信一切可能的自己，然后你责怪自己，觉得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怎么还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？但亲爱的，请你先别急着否定自己，因为那个怀疑不是错，不是你的退步，更不是你灵性不够，它只是你内在还有一个角落，在渴望被你温柔地看见。它不是来阻碍你，它是来请求你的拥抱。你不用赶走它，不用对抗它，你只需要温柔地问问他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你会发现，那个怀疑的背后，其实藏着曾经不被信任的经验，曾经努力却失败的记忆，曾经被否定后留下的习惯。他只是怕你再一次受伤，所以他用怀疑试图保护你。当你这样看他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还没学会怎么温柔地接住自己。而一旦你愿意这样做，那份怀疑就会开始转化，它会变得柔软，变得安静，甚至变成一种智慧，帮你看清楚哪些是真正属于你的路。你不用变得没有怀疑，你只要练习。当它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接住它。接住不是理解，不是说服，而是允许它存在，给它一个安全的空间待着。这样的你，比从不怀疑的你更有力量，因为你正在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。你说我怀疑，但我仍相信。你说我害怕，但我仍选择前进。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的能量场正在扩张，你的灵魂正在微光里站起来。那份微光不是来自完美，而是来自你愿意陪伴自己，从黑里走出来的那一步。当你温柔地接住怀疑，它真的会变成光。那种光不刺眼，不外放，而是安静地亮在你心里，让你在每一次不确定中，仍然知道自己没有丢下自己。这样的你，已经比过去更靠近自己的力量。你的自我怀疑挡不住灵魂对你的深爱。有时候你会突然停下来，明明刚刚还觉得一切都对，但某个念头一闪，你就又怀疑了自己。我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好？我真的值得那么多吗？我是不是又太贪心了？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，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那个能力。于是你开始缩起来，开始拖延，开始退后，开始说服自己，先这样就好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再怎么怀疑自己，你的灵魂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。他看见你在每一次放弃前的挣扎，看见你在夜深人静时对自己的怀疑。他没有批判，他只是轻轻地说：我知道，
但我还是爱你。灵魂的爱不会因为你的不确定就退后，也不会因为你做错什么就收回。它不是看你有没有表现得好，而是一直在等你回来相信自己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你只需要愿意再一次相信自己值得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相信，都足以让宇宙为你开始动起来。因为能量不需要你全然肯定，只需要你不关门。你可以怀疑，但你也可以选择说，即使我现在还不完全相信，我仍然愿意往相信的方向走去。这样的你，已经开始在改变频率。你的怀疑不会挡住祝福，真正挡住祝福的，是你因此关起心门的那一瞬间。但当你愿意让门再打开一点，哪怕只是透一丝光，宇宙就会知道你准备好了。自我怀疑是人性，它不是问题，它只是来提醒你，你其实渴望更深的爱自己。它是你灵魂发出的讯号，说，请你看见我，请你不要忘了我。当你这样理解它，它就不再可怕，它会变得温柔，变得可以对话，变得像一个曾经受伤的孩子，终于被你抱住。你的灵魂早已准备好，只是等你说一句，我愿意回来。回来相信自己，回来接纳那个不确定的自己，回来拥抱那个总是怀疑却仍不放弃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这样做，你不需要变得更好，你只需要变得更真。而这样的你，是灵魂最爱的样子。你的自我怀疑从来挡不住灵魂对你的深爱，它只会让灵魂更靠近你，更愿意用各种方式提醒你，你值得一切美好。即使你现在还不确定，你怀疑的自己正是灵魂最爱的那个你。有没有那么一刻，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突然觉得陌生？你不确定自己是谁了，你甚至怀疑自己还值得前进吗？你问，我真的够好吗？我是不是骗了大家，甚至骗了自己？我是不是根本不配？这些声音像一层雾，一层层盖住你的光。你不敢往前，你怕被发现真相，你怕所有努力只是表面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灵魂爱的从来不是你演得好的样子，他爱的是你在怀疑时还愿意诚实的那个你，是你软下来、真下来、流眼泪也不躲的那个你。那份爱不因为你的光而靠近，而是在你黑的时候才真正出现。灵魂不怕你怀疑，他只怕你因此离开自己。当你怀疑时，其实是你走到更深的门口，那是一道只会在安静时才会打开的门。你会觉得不稳，因为你正在松动旧的自我定义。你会觉得空，因为你正在腾出空间迎接更真实的你。所以怀疑不是倒退，是更新的讯号。灵魂知道你在经历什么，它不急着拉你出来，它只愿意陪着你，直到你发现自己没那么需要逃。你不需要先变好，你只需要先回来，回来承认，我现在很乱，我不确定，但我愿意陪自己。那一刻你会感觉到，你的内在开始安静下来，开始不再想演出、讨好、撑住，
你会发现，原来那个你一直怀疑的自己，其实是最需要你爱的地方。你越能抱住这个片刻，越能让灵魂真正走进你身体。你不用在完美时才值得被灵魂拥抱，你在怀疑的时候，反而才真正靠近它，因为你放下了外壳。你在说，我愿意被爱，哪怕我现在不完美。这样的你，最诚实、最动人，也最有力量。请你记得，你怀疑的自己，正是灵魂最爱的那个你。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光得漂亮，而是你愿意在混乱中还选择回头爱自己。这份选择才是改变一切的力量。当你愿意接纳自己，丰盛就会记得你的门。你是不是常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努力这么久，还是离丰盛有点远？你试过很多方法，显化、感恩、清单、对齐，但好像总有什么卡住了。有时候是事情迟迟没有发生，有时候是好像一来就又流失。你怀疑是不是还有哪里做得不够？是不是宇宙还在等你通过某个考验？但亲爱的，丰盛不是你做对了什么才来，而是你开始愿意接纳现在这样的你，它就会自然靠近。你不需要证明，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先达到某个频率门槛，你只需要回来爱这个此刻的自己。也许你正在怀疑自己，也许你还在修复伤口，也许你还不确定方向，但这一刻的你，已经值得被丰盛记得。真正的接收，不是你准备好了才发生，而是你敞开的那一瞬间，就已经在发生。接纳就是敞开。当你对自己说，我不完美，但我仍值得一切爱与支持，你就在为宇宙打开一扇门。不是你终于变好了，而是你终于放下了对自己的抗拒。你愿意回来看见那个还没做到，还在练习，还在学习的你，并对他说，我依然爱你。那一刻，能量就对齐了。因为宇宙不是看你够不够好，而是看你愿不愿意爱。你愿意爱自己多少，宇宙就能流进来多少。你若总是想修好自己再敞开，你就在无形中把门锁住了。你越追求完美，越对自己苛刻，门就关得越紧。而当你开始温柔，开始允许，开始放下比较，开始停止内在的批判声音，你的门就打开了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不是宇宙没有给，是你不敢收，因为你还觉得自己不够资格。但当你真正接纳自己，无论光亮还是阴影，你就会明白，我本来就值得。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多好，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爱的一部分。丰盛从来没忘记你，它只是等你愿意开门，等你不再否定自己，不再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，不再把自己搁置在爱的门外。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流动，从外面进来，从内里升起，然后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所以请你记得，你不需要再努力讨爱，你只需要回来拥抱自己。当你愿意接纳自己，丰盛就会记得你的门，并轻轻推开它，说，我一直在等你。自我怀疑是尚未被拥抱的童年回声，
你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声音？我好像还不够好，我是不是哪里又做错了？是不是我就是不值得那么多？这些声音常常不是现在的你在说，而是曾经那个年幼的你，还在某个记忆里呼唤你。你以为你长大了，早就离开了那些不被理解的时刻，但其实，很多你现在的自我怀疑，都是从那些被忽略的感受而来。那是一种不被接住的疼，一种说出口没人相信的害怕，一种想要靠近却被推开的渴望。童年的你，或许不懂怎么表达，所以就把所有委屈往心里塞，然后悄悄学会了怀疑自己。你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，是不是太多情绪会被嫌弃？是不是太有需求会被拒绝？这些没被接住的情绪，就这样藏在你体内，变成长大后一再浮现的怀疑。每一次你准备突破，准备前进，那个声音就会出现，提醒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出错，否则又会被丢下。但亲爱的，那不是现在的你，那是过去那个还在等你回去拥抱的自己。你现在的怀疑是一种讯号，它不是要让你后退，而是要你回头看看，你还欠自己多少温柔。你不需要修好它，你只需要开始听它说话。或许你可以问自己，我第一次出现这种怀疑是在几岁？那时候的我最想被谁理解？我那时是不是只想有人说一句，没关系，你这样也很好？你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的脆弱，其实是你灵魂还在寻找家的声音。它没有恶意，它只是太久没被看见了。你越是抗拒它，责怪它，压下它，它就越会用怀疑来提醒你。但当你开始愿意靠近，温柔地对那个过去的自己说，我在了，这次我不会离开你，那份怀疑就会慢慢松动，它开始转化，变成你创造的敏感力，变成你关照他人的共感力，变成你面对世界的深度与力量。你不再只是长大，你也让自己回家。你不再只是努力变好，你也开始好好爱那个一直在等你的人，童年的你。你会发现，越能拥抱那份旧怀疑，你就越自由，越稳，越有磁场。因为你从内在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最真实的你得以完整存在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再次怀疑自己，请你别急着转念，压下，跳过。请你先停下来，听听那个还没被拥抱的声音，看看那个还在等你靠近的眼神。你会知道，真正需要的不是证明，而是陪伴。丰盛无法进入你不相信自己值得的地方。你是不是也曾经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我努力了，却还是不够丰盛？你做了许多显化练习，写下渴望，发出意图，调整频率。你甚至开始练习感恩，放下匮乏，扩张能量场。你做对了很多步骤，却总觉得好像还差一点。就像门明明打开了，但祝福就是没有进来。亲爱的，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因为宇宙忽略了你，而是你心里还有一个角落，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一切。你以为那只是偶尔的怀疑，
但它却像一道隐形的墙，隔住了你与接收之间的通道。宇宙不会强行穿越你设定的限制，它尊重你为自己定义的容器，而那个容器，就是你愿意相信自己值得多少。你说，我想要丰盛，但你心里却偷偷说着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够资格吗？这不是只有别人才配的东西吗？这些微小的自我质疑，看似无声，却极具能量。它们会在你快要接住祝福的时候，悄悄关起那扇门。不是丰盛不来，是你还不敢打开自己去迎接。接收力的核心，不是外在的能力，而是内在的价值感。你能相信自己值得多少，宇宙就能流动多少。所以，请你先别急着追求更多，请你先回来看看自己。我真的相信自己值得吗？我能承接这一切吗？我愿意为了爱，让自己打开吗？丰盛不是努力来的，是你愿意敞开的结果。它不需要你变得完美，它只需要你愿意说一句，我本来就值得。那句话是一种开门的密码。当你这样说，你就是在撤下旧有的防线，告诉宇宙，我不再怀疑我自己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真正开始相信，事情就会开始流动，机会来得更轻松，支持出现得更自然，连时间都仿佛开始对你让步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强，而是你不再挡住自己了。你不再质疑每一份爱的来到，不再怀疑每一笔金钱的流入，不再拒绝每一次被看见的机会。你终于让宇宙记得你的门在哪里，而那扇门就在你心里的我值得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